金子去了汪星后才知道的一些事儿。原来人真的可以1周之内暴瘦15斤。原来我也没有那么爱美，可以半个月不护肤不洗脸。原来最痛心的不是他离去的那一刻，而是家里每个角落都是他的痕迹，处处不见他，却处处都见他。原来金子和银子不是一生之敌，他们才是有心灵感应的好兄弟。金子离开的事儿，我从没告诉过银子和王子，但金子离开的第2天，银子突然像丢了魂儿一样的左看右看。放不下是个借口，我叫忍着痛，爱有始有终。又过了2天，带他去金子治疗的医院打疫苗，他沿着气味闻到了金子住的 ICU 养仓，然后他一直在闻。怎么牵着就放了？打完疫苗回到车里，他像变了一只狗一样郁郁寡欢。晚上睡觉，他都好像在哭。之后的几天，银子就不愿意跟我们回房间睡觉了，而是躲在角落里偷偷伤心。你咋跟不上去呀？就可能想冷静会儿，还是冷静冷静。还有一次，他居然躲到了他从来都不去的地下1层。宝儿，你在这儿呢？怎么了？为什么在这儿啊？乖乖，怎么了？乖乖。哦，什么意思呀？想哥哥了是吗？以前以为公主很冷血，她在家从不理金子也不理人，但她最近却经常坐在金子的玩具边上发呆，一坐就是大半天。原来真的会开着车在家附近转一圈又一圈，期待能看见戴着红围巾的小狗出现。真的不要以为自己的狗狗还年轻，觉得离开再痛苦，那也是10多年以后的事儿。你要珍惜当下，好好疼爱自己身边的毛孩子。你看了金子的事就会明白，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，所以永远不要让自己有后悔的那一天。最后，我想感谢每一个爱着金子的网友家人们。金子离开后，我收到了上万条大家的安慰和关心，每一条我都认真看了。这一句句温暖的鼓励，无时无刻不在治愈着我们心里的痛苦。这份恩情，我永远记在心里。这些年，我和姥爷还有金子银子给大家拍视频的宗旨，一直是带给大家正能量和爱，也很有幸治愈过正在看视频的你。我想告诉每一个爱着我们的粉丝朋友，我也很爱你们。我不想让大家看到我的视频总是以泪洗面，我希望你们快乐，充满能量，所以我会尽快振作起来。为了家人，为了你们，我不会删掉金子的视频。大家想金子的时候就多回来看看。我也始终坚信金子会回来，我们一起等金子回家。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1月25号，金子在遛弯途中突然不爱走路了，紧接着躺在地上站不起来。姥姥爷赶紧带着金子来医院检查，最开始以为是腿的问题，因为他出门之前还没有什么反常，并且他小时候就查出过先天髌骨缺陷，有时候会腿瘸，所以怀疑是髌骨问题加重了。第一时间拍了片子，抽了血，检查报告显示一切正常，但金子的状态却开始变差，又不爱睁眼，看见姥爷了吗？走路没有方向感，然后开始抽搐吠叫。医生认为这并不简单，提出了转院的建议。我跟老公也赶紧赶来，一刻也不敢多耽误。转院后，立刻给金子做了核磁，确诊为急性自免性脑炎，面积都非常大，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对金子的这种属于这种非常急性发作的，可能你上午看着他还好的。医生说脑炎分为很多种，因为金子都是按时打疫苗、按时驱虫的，而且每天遛弯范围很固定，所以几乎不会是细菌、病毒类的脑炎，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脑炎。通俗来说，就是免疫系统识别错误了，自己的细胞打自己，大概率是遗传导致。1月26号凌晨，弄清楚了病因，也确定了治疗方案，这个小小的养仓就成了金子的 ICU 病房。金子小小的身躯却要输这么多药，我们心疼极了，但不能表现出来。金姐，躺哪？老爷说了，躺着睡觉了。金子总是那么坚强听话，还冲我们甜甜的笑。医生说金子见到我们就会激动，他需要平静，所以不让我们陪护，我们只好在门口等着。医院建了护理群，每小时都会发金子的状态，我们就一直盯着群消息不敢睡觉，直到早上7点看到他吃饭正常才放心下来。稳定的状态持续到下午3点，没有再收到消息。我赶紧跑进医院看到医生正在抢救，金子吐了也昏迷了，我们哭着求他睁开眼睛，别丢下我们。他听到了，终于醒了。金子
我们立刻擦干眼泪鼓励他，但他看到我们太激动了，医生说还是出去等吧。就这样一夜一夜的在车里望着医院的灯光，怕手机响也怕手机不响，实在不放心的时候，就这样悄悄地走到他附近，远远地看他一眼，看到他在安稳地睡觉，心里觉得无比慰藉。1月27号，金子的状态一整天都很平稳，我们坚信一切都会好。想到金子受的罪，我们总会嚎啕大哭，但理智告诉我们也要想更多的办法。我们查阅了各种自眠脑炎的论文资料，发现金子属于一种非常罕见的自眠脑炎分型，于是到处寻医问诊，甚至咨询了全国各大知名3甲医院的脑科专家，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人用药能给他试试。1月28号，金子的指标更加稳定，小眼睛一眨一眨的，是那么可爱。连续2天的稳定，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，全家终于有胃口能吃点东西了。但就在这时，医生跑出来告诉我们金子又在抢救，我们立刻冲进医院，但似乎除了在他身边呼喊他的名字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姥爷无助地缩在地上，在群里发出了绝望的祈求，我也近乎崩溃，瘫在地上根本起不来。终于上天再次眷顾了金子，只不过这次他丧失了自主呼吸的能力，但依然可以靠呼吸机维持生命，而且他的心跳还在，有心跳就有希望。医生说如果昏迷超过10小时就很难了，即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们依然坚信一切会好。1月29号，他状态稳定，但没有意识，也就不会因为我们在而激动了。我们也终于能陪在他的身边，这让我们感到踏实幸福。他的心跳变得有些慢，但当我抚摸他的时候，他的心跳就会加速。我跟他说话，他的前腿也会有反应。自从昏迷以来，他的前腿从没动过。是吧？他应该现在还能听见我说话。1月30号依然是全家陪在他身边的一天，因为他久躺不动，所以姥爷给他揉揉身上，促进血液循环。一直到晚上8点半，姥爷一直在跟他聊天。突然他的后脚又开始动了，从开始的指尖微弱的反馈，到后腿努力的回应，再到前腿也跟着附和。医生说这是奇迹，让我们多跟他说话。我们也高兴极了，认为这一定是要苏醒的前兆，于是不停地说不能老睡，知道吗？该醒的就得醒，你别把这希望，知道吗？你不能让我看不到希望啊！马上就春节了，你不能在这儿待着呀。但命运就是这样爱捉弄人。从金子回应我们过后，他的血压、血氧一路下降，降到了危险值的边缘。他被抱到了抢救室。半小时后，医生出来说可以进去3个人，做下最后的努力。于是姥爷、姥姥和我进了手术室。手术室外的金子爸爸也已经哭到了无力站立。我拿起手机，想记录着最后的时刻。金子，跑起来，金子！直到屏幕变成了一条横线，我才明白，那不是奇迹，是道别。5天的日日夜夜，我拼尽了全力，也没能留他在身边。一定要回来找姥爷姥爷啊！姥姥姥爷永远在家等着。这一段时间你不在家了，姥姥和姥爷会很难受。但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希望你能回来跟姥爷聊聊天。这条围巾跟了我有30年了，给你了啊！当你该来的时候还带着小围巾来。你比别的狗幸福，姥爷姥姥、爸爸妈妈是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。贵子就是走得太快了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姥爷这个永远是一谜。看的是，就记着姥爷说的话，投胎到妈妈家去做儿子，好吧？1月31号，胖胖的金子变成了一个小罐子，他终于能回家了。姥姥姥爷抱着他，眼泪止不住的流，全家一起送金金回家。就像这些年一样，金子和姥姥姥爷在中间，我和老公一前一后护他周全。我把金子比喻成家里的小太阳，灿烂、温暖、热情；我把银子比喻成家里的月亮，皎洁、聪慧、明亮；我把王子比喻成家里的星星，安静、调皮、闪耀。而这颗小太阳的陨落，也带走了全家人心里的那一束光。你看，天黑了，那就好好告个别吧。时光的河入海流，终于我们分头走。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，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，有我最珍惜的朋友。